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6·4星火相传，天安门广场围板封闭；第二个是中国外交困局与主攻方向。那么一到6·4纪念日就是中共的敏感基点每到6·4前后。那么大家翻墙的梯子都会出问题，然后呢，中国在国内的这些民运人士那么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包括访民都会被监控起来那么很多就被迫出门旅游那我们先讲一下发生在，不过今天全球华人来全世界各地都有纪念6·4的活动。我也呼吁大家有时间就尽量的去参与当地的组织的这个纪念6·4的活动贡献我们一份力量那么北京、湖北、四川、贵州等地的意见人士、维权人士、访民，近期都接到公安的警告，不得议论6·4，发纪念6·4的图片和文字，违反就会拘留。按照惯例。很多意见人士就被带离这个居住地，强制旅游就出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湖南、贵州、广东、四川那么都和一些意见人士被拘留、被捕。那么湖南有几位我们在网上见到，一个是湖南的意见人士陈思明。一个是贵州的学者杨绍正，广州意见人士王爱忠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然后呢，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往年都会在6·4期间举行这个6·4祈祷最近2周教会信徒收到国保警告，禁止纪念6·4那么在武汉8·9民运人士张毅、朱涛、李勇等7、8个人被强制带出旅游张毅是5月28号被国保带走，李勇则是6月3号被带走。朱涛多年前因为这个在首义广场纪念6·4被拘留了1个月，后来每年6·4都被带走旅游还有就是刚刚出狱的政治犯陈建雄，6月1号起被在家里控制在家，不得自由出行。湖北宜昌民主人士石玉林被国保稳控，就是控制在家里。北京意见人士查建国、胡佳等人被带离北京。然后就是广州、贵州一位民运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贵州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非常严厉那么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成员全部都被警察带走全部都带走然后这个世界各国民众和人权组织每年都在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只有在中国中国是一片被整个当局控制住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道6·4事件和8·9民运对于现在的大部分年轻人来说，他们对6·4没有认知甚至他们的家长也不知道。那么对于32年来，对于6·4话题老师不敢讲，电视媒体不报道，甚至在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追问的是记者会上面也不说不用这个词你可以当然6·4作为关键词敏感词网络上已经很多年那么河北学者李浩他这么说，他说32年前这场轰轰烈烈的8·9民运震撼了世界在当下年轻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当局垄断信息第二个原因是当年的知情者被封口
那么垄断信息主要是新闻媒体、自媒体、教科书、出版物、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啊，都不能够提及这个话题，甚至有漏网的信息也会被迅速的删除啊。那么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接触到信息基本上是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才能够知道什么。那么，当局在阻止经过6·4的人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实行白色恐怖啊。这个白色恐怖的话语就是什么呢？就是莫谈国事，团结起来向前看。钱是那个金钱的钱，发大财啊。但是尽管当局全力封锁6·4的信息，每天仍然有许多人翻墙啊，就比如说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获取被政府禁止的信息，包括文革和6·4等，还有就是薪火相传，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其实这个千万不要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力量。那么在香港，6·4 32周年，香港各类的悼念活动被香港特区政府全面打压。那先是禁止香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一直在过去32年，每年都在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这个烛光晚会。那么今年这个烛光晚会就被迫停止啊。那么然后这个6·4纪念馆也被关闭啊。甚至这个左派媒体放风说，香港警察当天出动7000名警力啊，7000名警力大概占香港警察的20%，阻止香港人悼念活动，甚至在各个区域不集中到这个铜锣湾的广场去，维多利亚公园去，也要去阻止啊。那么这是在香港，也就是说，但是香港人有无穷的创造力，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无数的香港人用各种方式来悼念6·4啊。这是在香港。在台湾监控中国信息战的 NGO 组织叫香港民主实验室，从去年年初开始，针对长期散播这个中国假信息的17000个脸书粉丝页进行监控，发现至少有3万个帖子涉及什么？涉及给6·4洗白啊。那么尤其是在6·4前后，那么充斥什么坦克人没被压死啊，证明解放军对中国人民的爱，因为6·4镇压中国才能够经济起飞等这种言论啊。所以呢，大家记住，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这一类信息不是普通网友的个人观点，可以断定的是什么？可以断定就是中国进行的信息战啊。所以不要以为那是一些个人观点，不是的啊。那么在北京6月3号，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宣布，按照中共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的整体工作安排，自2021年5月25号起到7月1号凌晨，将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区域进行庆祝大会广场搭建施工啊。施工期间，为了避免施工人员和设施与游人交叉，确保游客和施工安全，相关区域将搭建施工围挡，采取封闭式管理啊。那么受施工影响，6月23号零时至7月1号，天安门广场将暂停开放，封闭起来啊。7月2号上午，根据实际情况恢复开放啊。那么情况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从6月3号开始，天安门广场大部分区域是被围板封闭起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海
上海中共建党100年，那么上海开放一大会址，一大会址是去年封闭开始建，开始扩建，不，前年啊，2019年8月31号起，中共一大会址重新整修，不但翻新扩建这个会址的建筑规模，而且在会址旁边新建一座人工湖，整个工程耗时6000多日啊。那么5月底完工，那么在现在重新开放啊。那么中共也开始进入了这个中共建党100年的宣传周期啊。我讲讲海外华人独立中文媒体华夏文摘6月2号刊出了对余茂春啊，大家知道余茂春是川普时期这个美国国务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顾问啊。余茂春谈什么呢？谈6·4事件和美中关系。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的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是刊登在华夏文摘上面6月2号刊出的这个专访。余茂春当时6·4事件的时候，余茂春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念书啊。他说他自己和广场上抗争的学生基本上是同代人，他跟我也是基本上是同代人，不过年长几岁啊。余茂春说啊，他说天安门运动的7个星期啊，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7个星期啊。这个我看到这段话，我鸡皮疙瘩出来，我这句话让人非常的感动啊。他说，余茂春说，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活在一个莫名的、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恐惧中间，要担心害怕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护照，比如说签证，比如说学校，比如说单位、户口、爸爸妈妈、亲戚啊，他生存的方方面面，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跟共产党可以随时控制你、惩罚你，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有关系啊。这个讲得非常的准确，就中共从你出生，哪怕你到了海外，它都能够影响你、控制你啊。那么广场这种摆脱恐惧的这种自我表现，对他产生了重大的震撼，这是余茂春说的。当他看到中国政府对这7个星期的自由进行残酷而血腥的镇压，他非常的愤怒，而且重新认识到做人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氧气一样不可缺失，就是什么？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这个很重要。昨天有网友在我们昨天纪念6·4 32周年的专题下面留言啊，说终于拿到了身份，现在在考虑入籍的问题。我在这里，我给你一个回应，听一下余茂春讲的话啊。人最重要的什么？人最重要的就是摆脱恐惧的自由。你想一下这个，你再来决定吧，好吗？那么6·4天安门事件是他摆脱恐惧、自我解放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志，这是余茂春的观点啊。他说，6·4对他自己的政策建议影响也很大。他说，美国政府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中美关系就变坏了。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习近平当政，中美关系不好，那么习近平当政之前，中共当政还是好的，还是可以的。他提出来，
他说，美中关系的基本点不应该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而应该是六四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六四事件是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非常清晰地表明，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六四事件的本质。余茂春讲的非常棒，这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什么改良派，什么保守派，没有，根本中共根本不存在什么派。中共存在什么？中共存在和中国人民根本的利益冲突，这讲得非常好。余茂春说，天安门运动的初衷是民众出于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感，提出了一些诉求，要做一些事情。他说，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起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的一种最原始、最真诚的表现，这才是美中关系要有长足的实质性突破的根本性的问题。余茂春用刘晓波的话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定要着眼民间，着眼未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 vision 的观点，这非常有视野、非常有历史感的观点。他说，所以我跟蓬佩奥国务卿和美国高层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讲，我们要重新定义天安门事件，要把它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来。因此，蓬佩奥在201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发表了美国这个事件以来最重要、最全面而且最长的一个声明，这就是这个背景他说，余茂春还说，他给主管中国事务的几十个高级官员办学习班，读马列毛习的观点著作，读这个中共的文件，读美中关系的经典著作，讨论很激烈转变了很多人的看法，认识到中共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挑战，而这个和什么有关？这些和六四事件有着必然联系，这个非常的棒。是我们华夏文摘的这个专访非常的牛请我介绍大家找原文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主题，就关于六四的主题，我们大概讲到这里那么我们第二个主题是中国外交困局与主攻方向5月29号我们的直播王杰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讲中国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这个专题从宏观形势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外交形势，中国的外交形势正在陷入孤立。那么6月1号我们的直播是习近平讲大外宣和中共的真实使命这两个专题联系起来，其实习近平讲这个大外宣的这个专题能够验证中国的这个外交孤立的这个形势，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验证我们的一个判断。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确认。为什么要这么讲？今天呢，新华网、人民网这两个中共最重要的宣传平台，头条是什么？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是一条这样的新闻内容是什么呢？习近平强调，我在去年11月提出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民间友好论坛的倡议，得到各成员国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相信论坛将成为各方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习近平指出，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坚守初心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化合作，要发挥民间外交优势，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出积极贡献。上海合作组织是2001年成立的，那么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么塔吉克斯坦。这是成立2001年成立。那么这个组织呢，中国很热情那么也是中国向中亚地区输出影响力的一个平台。俄罗斯有点不情愿，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但是俄罗斯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特别积极，因为中亚地区其实是俄罗斯的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那么中国也在向他输出影响力，当然俄罗斯也有一点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但是这条新闻有没有价值？零价值。为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因为这是个自弹自唱的事情，既没有帮中国产生影响力，也没有内宣效果所以这条新闻拿来做2个最重要的中国的宣传平台的头条，说明什么？说明没话讲说明已经没话讲。为什么没话讲？我举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新华网的第2条头条是一个我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所谓的新闻。那么第2条是什么？第2条是6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纳米比亚总统，根戈布总统夫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那么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表示得知总统先生和根戈斯女士感染新冠病毒，我和夫人彭丽媛仅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慰问，祝你们早日康复然后后面就一堆这个什么推动2国关系，拜托，这是纳米比亚，习近平现在要把纳米比亚的总统发慰问电放到新华网的2条，这个全世界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影响重大的国际事件，但是中国都参与不了，中国只能参与什么？纳米比亚总统感染新冠肺炎，向他发慰问电，把它放到第2条，这是不是混得太差了？我们说这中国正在陷入外交孤立，这2条新闻足以证明。我还有一条证明什么？王毅主持第4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3方外长对话。那汪文斌2号宣布国务委员外长王毅将于3号主持第4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3国外长对话。然后就是3国外长将重点围绕着阿富汗和平进程、3方务实合作和反恐安全合作进行深入交换意见。这是什么？中国外交已经沦为不折不扣的第3世界外交，发达国家已经不跟他玩了，那么剩下的都是准备要钱的第3世界国家的独裁者，这就是现在中国外交的局面。那么另外呢，上个星期，这个刘鹤跟戴琪和耶伦分别通了电话，通视频通话。新闻本来已经发了这还不够，新华社再发个通稿，说什么？说这个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然后将共同努力务实解决具体问题。这个话讲得很好听然后这个通稿说这个6月3号这个高峰在6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最近1周以来，刘鹤和这个耶伦、戴琪分别通话2次通话都是50分钟左右的视频通话
这都要拿出来说了啊。这通话有几个特点啊，这中共自己讲的啊。首先双方沟通开局顺畅啊，那么双方本着平等互助、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啊，进行这个沟通啊，双方都认为啊，这个交流是专业的、坦诚的、建设性的，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哎，这是当做喜，这当报喜，这是当做报喜。第二个特点，求同存异是共识。那么求同存异意思就是双方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求同存异。第三，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那么务实解决问题入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提出来了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你最近你们搞得很低呀，这肯定有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你们采购好像没有完成任务啊，就具体问题入手啊。所以呢，这个专门新华社再发一次通稿，把这些重新总结一遍，意思就是说，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了，这是好消息啊。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中国是在积极制造舆论氛围，为什么？这就是向美国发信号，我们要谈，我们希望谈，我们尽快谈吧，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对中国来说啊，那么中国仍然把昨天的新闻稿里面其实已经有一段话，就是说中国把经贸当作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啊，中国还是这么定位。这是其实在川普政府时期，中国一直是在这么定位的，这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中美关系定位当中的一个核心政策，就是把经贸关系当作对美国的核心的牵制力量，因为其他的牵制作用已经不存在了，其中核心的是朝核问题，朝核问题的牵制力已经没有了，基本上。那么现在就谈经贸，谈经贸的原因是什么？谈经贸的原因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因为美国政府背后是资本家嘛，资本家是要赚钱的嘛，要赚钱呢就想办法跟他做生意，这就是压舱石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的这种理论上的一个判断啊。那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判断对吗？这个判断基本上是错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啊，先说第一点，在对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当然是执政者啊，那么执政者当然能够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啊，但是美国政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他要受到来自国会的影响啊，那么国会影响很大。那么事实上，在对华政策上，白宫受到了来自国会的巨大的政治压力。我们举3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4月21号高票通过了2021战略竞争法案。那这个法案是针对中国的全面的竞争的法案，这是一个重磅的法案，而且我们相信这个法案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因为这是个2党共同提出来的法案，这是第一。第二，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5月25号也提出了一个法案，叫《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参与法》，叫 Eagle Act， 也是针对中国的全面性的竞争的法案。这2个法案侧重不一样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6月1号发布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干什么呢？这个报告批评美国商务部在敏感技术方面行动迟缓，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技术，
落到中国军方手里。其实不一定是讲指军方，军方只是让这个报告显得更刺激而已，其实就是不能给中国任何一个，不光只是中国军方是比较好，就是容易接受的一个对象感。这个报告提名未完成的工作：出口管制和外国投资改革。然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机构那么2000年成立，负责观察研究美中双边贸易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每年要向美国国会提供年度报告，而且要向美国国会就立法和行政措施提出建议，所以它是个很重要的机构那么报告说，2018年由于中国实体企图获得美国的敏感技术，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像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产业政策带来的风险有更大的认知，所以美国国会收紧了美国出口政策和审核外国投资的程序，通过了2个法案，一个是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另外一个叫出口管制改革法，提高向中国出口关键技术的难度这是一个背景。那么这份报告说，制定新兴和基础技术清单是实施这2个法律的关键的部分，但是报告指出，2018年以来，这个清单的制定出现了重大的延迟，而且在程序和方法上也不明确。报告认为，不能够明确界定什么是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就阻碍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叫 CFIUS 履行职责的能力。你不给我清单，我怎么针对这个清单去管制这个技术呢？其实这个道理很合理所以在制定这些定义方面多年拖延，可能加剧国家安全风险那么这份报告批评美国商务部的一些表现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一，它应该简化开发生物武器的基因编辑软件进行监管，但是美国商务部最终还没有敲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商务部只发布了涉及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地理空间图像的临时规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比如说先进的这个监视技术在新疆被用来拘留维吾尔穆斯林，但商务部仍然没有对这一类的先进监控软件进行出口管制他举了3个例子。报告提出，商务部长是否应该对制定这份清单出现了2年多的延迟进行调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考虑将执行出口管制的权力交给另外一个政府部门。意思是什么？商务部干得太烂了，换一个部门来做这件事情。商务部回应，但是回应其实没办法反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条，美国政府就是拜登政府，一方面把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放到外交关系的核心，也就是放到中美关系的核心，其实就是把中美关系放到一个强大的框架当中去，在这个框架当中之下，用经济利益进行诱惑，能不能成功呢？我觉得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实际上，中国面对的外交困局，当然最重要的外交困局其实是中美关系。它面对的困局是有2个核心议题。第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国会对白宫进行的这个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个强大政治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强硬的对待中国，所以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有没有很大的空间？他并没有很大的空间，这第一条。
第二条，拜登政府本身它是把意识形态放到对外关系的核心，也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这个基本原则在那里，中国仍然以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突破方向，其实是缘木求鱼。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周卫兵谢谢 ，N Kong 谢谢，吴奇红谢谢。Susan 唐谢谢，以林 J 谢谢，西冯谢谢 ，Little Potato 谢谢，林 Takayama 谢谢，Birin C 谢谢，杜培谢谢，全秀兰谢谢 ，JDP 谢谢 ，Sovia 于谢谢。Alan 谢谢，纪念64永不忘记啊 OK。 观点，64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时刻，越封杀其历史重要性越高，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封杀反而加速真相的传播与追求。中共现在封杀力度越高，将来反弹越强烈。封杀其实是，当然，从1990年开始，64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敏感词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所以那个时候封杀的力度更有效啊。那么，但是进入互联网之后，互联网开始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封杀是有困难，就是它不可能够，但是大规模的传播也不可能。它能够控制大规模的传播，但是封杀也是有漏网之鱼，而且还有翻墙这回事，所以完全封杀不可能。那还有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讲的口口相传这件事情，其实持续的在发生啊。情绪感谢为民主进程献出自己热血和生命的先辈，感谢王老师，同时也感谢今天还不忘记他们的各位同仁。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帮忙做一点我们能做的事情情况，我身边00后小朋友知道64是因为他写网文小说打不出89不离10的89和网易64卦里面的64，这个奇怪的关键词开启了孩子们的新知识情绪64以后出生，感觉成长过程当中到现在接触的有权有势的人，很多都是64的受益者，他们对今天青年的困境大多漠视。30多年前，青年站在天安门广场抗争，今天的青年躺在家里抗争，躺平主义情绪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每次听到2019年的香港事件，都心如刀割，泪水横流，充满了无奈。情绪，我就是32年前64这一夜出生的。那晚，母亲在医院看着所有媒体循环播放，通缉王丹等学生领袖每年的生日都会默默地为当年的学生默哀。我妈老说我可能是当年学生转世投胎的。情况。自1949年中共劫持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只有几天敢于公开高呼打倒共产党，那就是8964中。中共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以后，各地大学组织示威游行，有警察开道时，学生高呼打倒共产党，周围市民鼓掌一起高呼。是的，应该是只有这一天，中国人真正的喊出了这一句话。情况89年在福州，社会各界和学生游行示威，
省政府门前静坐，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犹记得当年省电视台横幅“沉默的南方，沉默的都市”，著名主持人头戴白巾走在队伍前列，非常悲壮。之后大清洗，我们学校的骨干被退学，我们那届就业受影响。之后多年奔波劳碌，直到前年来美，看了6·4视频，忍不住泪流满面。被封存的记忆和真相，来美后选了又选，一直听王老师节目，感谢王老师不遗余力的开启明智。6·4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我们要纪念他，我们要坚持的纪念他，让这件事情传递下去，给我们的同胞，给全世界听啊。观点，王老师说6·4是公车上书，我今天一天都在琢磨这个事情。现在回看，清朝灭亡也是国外势力压迫，国内军队失控，还有同盟会这些人不断的撞击清朝的国家机器，最后武昌起义是偶然事件，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总会重演，希望我们有生之年能看见 CCP 受到审判。情绪，作为一个亲历者，每年6·4前后心里一定有波澜，会穿黑色衣服纪念，不忍回首，不敢忘记。谢谢王先生作为媒体人，为那段被刻意抹去的历史留下印记。情绪6·4时我6岁，当时上海淮海路大游行，我和邻居姐姐出去看，结果被家长拖回家，被反复教育不能参与和观看，说是要是被摄像机拍到，一生就完了。出国后才发现，要是不离开中国，这一生希望渺茫，有无自由可言。感觉 CCP 应该去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家长说的其实是并没有错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政审什么，就是看到处找这些照片，看你们有没有被拍到。你要是被拍到，政审就不过关。我当时在电视台，我们台里是有人被拍到，被拍到的人就被处分，有的还劝退，或者是打入另册啊。这就是为什么，其实中共的很多阴毒的行为啊，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大家也要理解国内的这些同胞啊。中共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会对很多人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够全怪他们啊。情绪，当战狼把外交战场的火点燃之后，习的一个示好信号就可以改变其他国家的观点吗？这个表态只能是跳梁小丑的表演而已。你看这高峰嘛，高峰现在的态度多好啊，表达出来的这个态度，那原来那姿态多高啊，是不是啊？所以中共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啊，记住，只要他对你笑，你就要小心一点啊。中共对老百姓也是一样，当中共对老百姓笑说好话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一点啊。情况89学运时期，人民日报等中共传媒一度失控，这个期间美国之音的电波干扰也停了。这期间因为中共媒体突然变得客观公正，而美国之音显得不重要。很可惜，这个时期仅仅几天。情绪，不做亏心事，哪怕鬼叫门。当年我在读技校，参加了市里的游行。多年后，一个体制内的人，他年龄比我还小，在对大家普及6·4的事情时，还饶有兴趣地问：“知道这些事情吗？”我对他表示了敬意，并告诉他我参加了市里的游行。他十分惊讶。情况，刚才在 B 站各个直播间尝试发言，结果什么内容都发不了。官方说是系统升级，但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因为6·4。
观点：难忘当年广场和街头的日日夜夜，装甲车像疯狗般横冲直撞，爆豆般的枪声和遮天的浓浓黑烟，北京市民推着被鲜血浸红的板车，救学生的板车紧跑，扭曲的自行车轮圈，弹孔尽显，一切都像刚刚发生。3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越发封闭、沉闷、扭曲、压抑，国民素质日渐低下，这个体制不去，中国无望。这个形容的非常好，很准确。爆豆般的枪声啊，爆豆般的，这个声音真的是像爆豆般的枪声。情绪虽然共匪不会在明天倒下，虽然暂且拉不起成规模的暴动，但只要我们不忘记正反，只要我们不忘记反右，只要我们不忘记挨饿，只要我们不忘记文革，只要我们不忘记6·4，不但不忘记，还知晓于我们的后代，那么他们就不会睡卧安宁，他们就会时刻恐惧。我们不灭心中的火种，待时与世至，毕其功以无备，也非幻想幻梦，教子孙辈生而自由，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这个说的非常的好，很棒啊，非常的到位。情绪不论是否有必然和随机因素影响政治现状，希望受专制独裁奴役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民有幸迎来真正包容、开放、民主、自由那一天。我们不必自暴自弃，如王先生所说，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情况：今天微信里的微博小程序连帖子的日期都不显示了，太可笑了啊！连日期都没有了。情况：今晚好多游戏网站已经临时紧急维护屏蔽关键词，有的甚至连游戏内聊天频道都关闭了，这是多有害，多害怕人们讨论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影响啊，说明6·4的影响。说明什么？昨天我在我们的昨天的视频里面，我留下一句话，简介里面留下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政治现实再次证明什么？再次证明了32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学生，他们提出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自由的诉求，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多么的正确，多么多么的有先见之明。为什么？因为你看看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民付出了30多年的努力啊，那么996多少中国人付出的努力，现在在习近平手上正在化为乌有。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这30年来的成就，正在习近平手上化为乌有。为什么？因为在32年前，在6·4事件当中，中共做出了一个违反人类良知的选择，就是镇压。这场镇压让中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的结果是什么？这条路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政治现实。这就是我们回应那些说因为6·4所以中国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成就是保不住的，因为没有民主政治制度。30年来拼下来的经济成果，你看一夜之间就会失去，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情况：每年到这个时候，各大视频网站、直播网站都集体发公告，说弹幕系统维护，真的好笑，土共真的是心虚。这其实是告诉大家这个社会，这个我们看上去五光十色的社会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事件，是大家不知道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啊。情绪8964时，中国人很勇敢，但结果让人很伤心。
当时台湾人很感伤中国的大学生，台湾众多艺人写了一首歌《历史的伤口》。情况，我以前公司老总是89年清华毕业生，那年的学生全部排除在体制外，有条件的出国留学，穷人家的孩子前途全毁了。情况在微博发布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直接被炸。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的现状是否正在走向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且还有利益同盟的背离，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人不一定能够准确掌握所有信息，战略误判率会很高。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崩溃我们要定义什么叫经济崩溃，但是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路，这个没有疑问。中国经济它的繁荣期已经过去，它进入了一个低增长周期，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失去了它最有活力的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外资企业这部分被压制被压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失去了活力。中国经济失去了活力，它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个很重要。政府它控制了资源，大部分的资源，那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不能够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它自身的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那你就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系统性的毛病问题。什么时候它会崩溃，没有人知道我也不能够在这里拍脑袋。但是之前提供给中共拿来证明它的体制性的优势的这个依据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共拿来证明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举国体制是优胜的这个理论，这个依据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导致中国经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搞市场经济，并不是现在他拿来说的这个体制，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和核心观点，我是一位80年代的大学生，出国20年，曾经在3线城市的政府部门工作，深知站着活不容易，十分敬佩王先生对正义的坚守。感谢您为我们耕耘的这片精神家园，请您喝咖啡，谢谢，谢谢肯定和支持，希望你继续陪伴我们一起情况，我儿子11岁 ABC， 最近学习中国历史，前几天问我关于6·4，我无言以对，那时我在大一，只是旁观者。希望老师这两6·4专辑尽快制成英文字幕，我推荐给我儿子看，让他知道现在中国人对6·4的观点。还有就是我老公是前粉红，从不让我儿子跟他讨论任何中国问题。OK。情况，墙内今天集中报道美国对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和奥地利数字税征服报复性关税。其实相关调查和政策是川普时代开始启动的，拜登政府反而延迟180天执行。墙内开始宣传美国单边主义和西方阵营内讧，这是个宣传这只是拿来宣传，自我安慰一下，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在扭曲这个新闻解读。因为其实这个新闻本身是什么？这个新闻本身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延迟数字税的征收180天，这是新闻本身。它翻过来讲有意义吗？那只是骗老百姓了情绪现在中共的外交情况只能拉所谓的亚非拉国家了，中共国的生存空间更小。观点，老公是老知识分子，也是老粉红，他就说美国政府是被财团控制，我就回了一句，要说财团比中共更大的财团吗？
如果美国被财团控制，早就被中共控制在手心里了，外公就不吭气了。这就是那个逻辑嘛，这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啊。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把中共看得那么厉害，他并没有那么厉害啊。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厉害的地方两点。第一点，你没有想的时候，他先想。为什么？他不干事啊，他只想，他只琢磨你啊。所以你没有想的时候，他在想，这个比你厉害。那就是比如说6G 这个事儿，大家还没想，大家正在解决5G 这个事儿，大家还在3G 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搞5G 了。他为什么处心积虑？他就是要对付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达到这件事情，不惜一切代价啊，人海战术，这个长期投入人海战术，不断的在往里面扔钱，扔各种资源，扔政策。当然他就厉害啊，他并不是这事儿他办得好，或者是能力强，不是的，他的决心很大。中共厉害的就这两个，除此之外一塌糊涂。其实这事儿都办得一塌糊涂，连滚带爬啊。观点：中共说与美国展开平等、相互尊重的沟通，平等、相互尊重就是国与国、人与人沟通的基本态度。没有人把这种基本态度拿出来说事儿，中共还会特别这样提出，显示他从来不以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和其他国家互动。你看看马来西亚这个架吵的什么样子，还平等相互尊重不存在。中共只相信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拳头。中共就是靠拳头，没有别的。中共所有的逻辑，所有的标杆只有一样，就是拳头，谁的拳头大。所以他其实在外交上没有别的，就这一条。提问：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怎么着眼于民间呢？实际的现实的情况是，美国根本没有办法和普通民众接触，中国也没有一个反对派可以和中国抗衡。好问题，想办法呗。美国之音啊，想办法让美国之音在中国传播有的，人家想办法能做到。要开放中国人的签证啊，要想办法畅通中国人到美国来的这种渠道啊，限制中国的签证其实不符合这个方向，对吗？你说是不是啊？限制中国的签证，只是说要把中国派到美国来的这些间谍、特殊使命的人从中国人中抓出来，那你要想办法做这个工作。但是你说，因为有一些间谍，有一些这些限制中国人到美国的签证，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啊。情绪6·4之后，西方各国对中共的制裁远远不够，甚至几年之后就放过了中共，让中共在此后的30年中可以不断的成为一条巨大的恶龙。为什么？说的很对啊，之前那个叫什么？我们有一个专题，我们这个专题叫什么呢？叫这个，我讲给大家听啊。所以这个专题大家要去看一下啊。坎贝尔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的负责人，叫坎贝尔。我们5月27号的专题，坎贝尔描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当时宣布了一样东西啊，宣布什么东西啊？宣布了这个，刚才那个网友说啊，怎么不见了？坎贝尔宣布一件事情很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不复存在了。刚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刚才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讲的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到后来放过中共，6·4事件后放过中共，它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接触政策有关系。
这个接触政策认为你必须跟中国保持接触，而不是孤立它，保持接触，让它在市场上得到好处。你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好处，那么通过这些好处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而推动中共自身的改变，这是接触政策的核心。所以西方国家最终，当然首先是美国带头的，美国带头改变对华政策，然后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最终放过了中共，就是因为这个接触政策。而坎贝尔宣布什么呢？宣布接触政策不存在了，美国放弃这个接触政策，什么意思？就是我再也不会放过你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那个专题5月28号5月28号那个专题为什么要讲，就是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美国的政策已经，我们从根本上来讲，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之前了啊，已经回不去的了啊。观点：躺平能在素质集权环境中广泛传播，必定不可能是群众自发行为，是网络中无形的大手推出了这个概念。因为躺平不是反抗，而是正中恶人下怀，躺平只会让其变本加厉。我们需要的是反抗，而不是躺平。像王舍一样尽自己之力反抗，脆弱的他们最怕这个。我不觉得躺平是他们推动的，躺平是一种选择，反抗只是少数。如果你不选择躺平，那你就附和他呗。所以我认为躺平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已。躺平至少比附和强。你可能会觉得我的要求太低了。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不配合他开始，就是我们从不配合他开始，然后再讨论反抗的问题，讨论抵抗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啊。所以从意识上先不配合他，为什么？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一些啊。情绪：我在国外接触的海外华人，出国很多年还是继续支持 CCP， 自己拿了当地永居，真的让人觉得浪费了向往自由人移民西方的名额。不完全是不完全，你听到他讲的那番话，不完全是他心里想，所以这个会有一些一定的欺骗性。之前这个余茂春讲的那番话其实是蛮有道理的。不管你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你都受中共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就算他拿了永居，他也受到某种控制，因为中共无时无刻不管着你。所以这些人并不能够自由自在的把他心里想的话告诉你。所以他会 play safe。play safe 是什么？因为他在国内还有家人，因为他还有一些利益等等等等各种因素，甚至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都会只说他觉得安全的话。为什么？这就是中共对中国人的控制。所以不能完全，你说的这个情况有，老粉红有，小粉红也有，但不是全部。所以我们对这个现状，我们的判断不一定是完全准确啊。情况坐标加拿大，因为工作原因，每天接触很多20岁左右的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即使生活在西方，仍然被抖音、被国内媒体洗脑。令我震惊的是，有几个学生跟我说，不打算在加拿大打疫苗，要回国去打。这就是被洗脑了。提问：在中国社会空间不断紧缩下，一批关注社会底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年轻人在网络和街头集结，对他们所不满的劳工权益无保障、贫富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发起挑战。请问王先生对左翼青年怎么看？
我没看到，等我看到了我再评价，好吗？提问：看过一个对周孝正的采访，感觉周孝正教授主要是批判当时6·4的学生太幼稚，急于求成，彻底扼杀了中国走向民主改革的可能。不知道王先生对周孝正教授的评价是怎么看？我觉得周孝正教授活了这把年纪，读了这么多的书啊，都浪费了时间。他缺乏一个起码的学者的判断的架构，所以他对6·4的评判既不公平，也不正确。我甚至觉得评价他都浪费我们的空间和时间。明谢 Helen 谢谢 Roger 谢谢 Gopunse 谢谢Sean 张谢谢魏晨谢谢 Apple 张谢谢 Ivy 刘谢谢刘毅谢谢 Grace Lee 谢谢魏超谢谢 Ruby 蔡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